这是一起精心设计的高智商谋杀案，犯人利用古田制造出不在场证明，乔装打扮杀死了自己的前男友，最后古田还差点成为帮凶。他到底是怎么作案的呢？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古田任三郎第3季第4集女牙医杀人事件。眼前这位美女名叫小森，她是一名牙科医生。此刻她正在给自己的前男友检查牙齿并治疗。原来前不久两人刚刚分手，而分手的原因呢是她的前男友和她的助理偷偷搞在了一起，并且两人马上就要准备结婚。表面上小森毫不在意，其实心底早已恨透了他。治疗结束后，小森表示离麻醉结束还有一段时间，到时候如果牙齿很疼的话，可以吃一点我开给你的止痛药。说完，前男友离开了这里。古田经朋友介绍也来到了这家诊所看牙。前男友一走，小森立马来到办公室，从柜子中取出一个黑色手提箱，随后他又打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手枪。原来他早已计划好了要在今天杀死前男友。然而他到底是怎么作案的呢？一起精心设计的完美杀人案即将上演。小森找到助理，谎称自己感冒让他出去买点药，然后将2个治疗室的牌子互相调换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小森让古田进入到小熊房间检查。经过初步查看，古田的蛀牙非常严重，但是具体该怎么治疗还得先去拍一个 X 光片再看一下才能决定。随后古田根据指示来拍照片。小森表示你的牙结石也非常的严重，等会需要清理一下才能开始治疗。拍照结束后，古田来到诊室躺下。此时助理也刚好从外面买药回来，小森连忙将门牌换回原样，然后假装从小熊的房间走出，表示刚刚又来了一位急诊病人，但是自己要治疗古田忙不过来，所以你帮忙清理一下这个病人的牙结石，他就在小兔子的房间里。说完，小森把伪造的病历治疗单拿给了助理。随后助理来到小兔子房间，里面躺着的人正是古田，可由于古田的眼睛被遮住，他也就没发现此时已经换成了别人在给他治疗。另一边，小森换好衣服，拿着手提箱离开诊所，穿过马路来到对面的办公楼。原来她前男友的公司就在她诊所对面的大楼里。随着麻醉药的效果在慢慢消失，前男友的牙齿已经开始疼痛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小森来到楼下，进入咖啡店里点了一杯咖啡，随后他又进入咖啡店的洗手间，变装成一个中年男子，来到前男友公司的楼层，进入男厕所等待时机。刚进门，小森就看到一个人正在撒尿，差点被吓得跑了出来。此时前男友这边牙齿已经疼得受不了了，他拿着止痛药直奔厕所，准备去查看一下，然后接水吃药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吃药时，小森突然从后面站了出来，随后掏出手枪，一枪打死了他。这是一起精心设计好的高难度杀人案，美女乔装打扮，一枪杀死了负心汉。随后她带走死者的钱包，将这一切伪装成是被劫匪灭口的假象。处理完现场后，小森急急忙忙地冲出厕所，不料在门口撞见了保洁阿姨。紧接着小森又返回咖啡店里，换上自己的衣服，然后回到诊所假装刚忙完工作。此时助理也刚好清理完古田的牙结石走了出来。小森进入诊疗室，帮古田分析他的牙齿情况。随后画面一转，警方接到报案，金泉骑着他借来的自行车赶到案发现场。古田今天请假看病，所以由金泉负责这个案子。来到卫生间，西原向他报告了案件情况。死者名叫山村，被人用手枪射中心脏，当场身亡。根据尸体倒下的位置和姿势来看，凶手应该是在这里进行开枪射击的。那么这也就说明了，凶手在死者进入厕所之前就已经提前躲在了这里。接着西原又说出了一个重要线索，死者最近刚刚和前女友提出分手，两人交往了8年，周边的朋友都以为他们快要结婚，可不知为何死者突然提出了分手。说完，金泉表示杀人凶手就是这个死者的前女友。随后两人来到诊所找到小森，没想到古田也在这里。经过询问，小森表示当时自己一直在诊所里，有人可以为他作证。说完，他看向了古田，古田也表示案发当时小森一直在帮自己清理牙结石，哪儿都没有去。但是金泉还是怀疑小森，他追着古田询问小森，他真的一直在诊所里面吗？案发现场就在对面的大楼里，从这边过去回来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。还没说完，古田就打断他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他一直和我在一起。随后西原也表示，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来看，凶手应该是在厕所里等待着死者进入的，可是死者进入厕所的时间无法确定，并且他的钱包还被人拿走了，这就说明了此事件应该是一起突发的抢劫杀人事件。说完，小森约古田出去吃饭，留下金泉和西原继续查案。吃饭时，小森主动聊起了自己和死者的往事。他们在大学里面相识，已经交往了有8年的时间，但是最近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死者和另外一个女人搞在了一起，所以他们两人也就因此而分手了。聊天结束，小森表示他想去刷个牙。原来作为牙医，他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无论吃什么东西还是喝什么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将牙齿清理干净。随后画面一转，
两人打车回家，路上小森还教古田刷牙的正确方法。紧接着，等小森一下车，古田就瞬间变得凝重起来，他好像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转眼间到了第二天，西园带来一张画像，这是他通过走访目击者最终绘制出来的可疑男子肖像画。根据保洁阿姨所说，这个可疑男子看起来十分瘦小，并且他还留有胡子。说完，画面来到诊所这边，古田已经锁定了凶手。这部推理神剧不看到最后一刻，你根本猜不到侦探是如何破案的。古田来到诊所找到小森，刚坐下就聊起了昨天关于不在场证明的事。古田表示，清理牙齿时他的眼睛被一块布遮住，因此他也就没看到给自己做清洁的人到底是谁，并且当时古田没有和这个人说过一句话，所以说古田他不确定给自己做清洁的人到底是不是小森。接着古田继续说道，根据金泉的推理和怀疑，他觉得是你找人来给我做清洁，然后趁机出去做的案。小森表示，如果这样推理的话，那么我应该有一个共犯才对。古田回答说，没错，金泉怀疑那个共犯就是你的助理。说完，小森一下就笑出声来，表示这根本不可能，因为助理就是死者的新恋人。随后古田找到助理，经过询问，助理表示当时他在给佐竹先生清理牙结石，而小森呢则在隔壁房间帮古田治疗牙齿。说完，古田继续问道，你有没有看到小森为我治疗呢？还有，你记不记得佐竹的样貌？助理回答说，你们在隔壁房间我没有看到，佐竹长什么样子自己也没看见，因为当时他的脸是被毛巾遮住了的。古田怀疑给自己清理牙结石的人就是助理，既然没有看到病人的样貌，那么病人的牙齿总看到过吧。说完，古田张开嘴让他仔细辨认，可是助理每天清理过的牙齿实在是太多了，他对古田的这口牙根本就没什么印象。随后画面转过，古田拿着画像，西原向他报告了案件的调查情况。案发前，有一名男子在厕所里看到了凶手，据他所说，凶手好像是第一次进男厕所一样，在小便池前面一直晃荡。目击者的证言让古田更加确信小森就是凶手。他让西原拿着画像到附近有厕所的地方去问一下，然后再准备一些可以变装的道具。随后古田找到小森，询问他为何要用小兔子和小熊的门牌来区分房间。小森表示，来这里看牙的小朋友居多，这些有趣的小动物标志可以让他们放松下来。说完，小森拿着古田的片子开始给他分析牙齿的问题，并提出治疗方案。古田表示，这治疗方案听着都疼啊。小森回应说，没事的，到时候会进行麻醉。另一边，西原在一家咖啡店里终于找到了线索，接过画像一看，店长表示，这个人我记得，她其实是一名女子，而且长得非常的漂亮。昨天她在我们店的厕所里面变了装，并且还点了一杯咖啡喝掉才走的。说完，西原带着变装道具来到诊所。古田表示想重新还原一下案发当时的情况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灵感来破案。据保洁阿姨所说，凶手是一个十分瘦小的男子，所以让西原还原凶手的样子去案发现场重新跑一趟。随后，西原来到隔壁房间换衣服，他假装不会打领带，让小森帮忙。接着，他又询问小森，装扮成凶手脸上应该选什么道具看起来会更自然一点。小森指了指桌上的胡子，随后变装完成。此刻的西原和画像上的可疑男子一模一样。古田让他去案发现场跑一趟。西原走后，小森开始给古田治疗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古田突然表示，眼前这张 X 光片其实不是他的，而是死者山村的。他让助理帮忙偷偷换了一下。接着古田继续说道，看来死者在治疗牙齿时也注射了麻醉剂，而你呢，也知道麻醉效果的消失时间。麻醉效果一旦消失，牙齿就会变得十分疼痛，这样你就有了作案机会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那就是你的气息。昨天清理完牙结石之后，你摘下口罩，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薄荷香味。晚餐过后，在出租车里我也闻到了相同的味道。现在想想，那股味道应该是你刷牙后留下来的。你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无论吃了啥还是喝了啥，你都会第一时间去刷牙。然而案发当天，你一直在帮我清理牙齿，你是什么时候去吃的东西然后还刷了牙呢？对此，小森狡辩那是口罩的味道。古田直接摊牌，说是已经找到了他换装的那家咖啡店，并且店长记得他，还说他点了一杯咖啡喝完后才走的。说完，古田拿出了小熊门牌。据调查，这门牌是最近才换成这种样式的，以前一直用的是1号和2号来区分。然而你为什么要换成这样的门牌呢？因为号码牌在房间调换之后会格外引人注意，一般情况下都是从左边开始排序，左边的房间是1，右边的是2。如果将房间的门牌给调换，那么次序就变成了21，这明显不符合常理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，你调换了房间的门牌，然后虚构了一个假患者的身份佐竹，让助理以为当时真的有2名患者。然而佐竹根本就不存在，你趁着助理在帮我清洁牙齿的时候，去到对面大楼里杀害了你的前男友，这就是案件的所有真相。说完，小森还在狡辩，声称自己不是杀人凶手。随后古田拉开门帘，表示还有一个关键性证据，那就是胡子。小森没有看过画像，古田也没有对他说过凶手的模样，
然而他是怎么知道凶手是这个样子的呢？在这么多变装道具中，小森为什么就偏偏选中了胡子呢？对此，小森表示，想要变装成男人的话，无论是谁都会选胡子的吧。此话一出，古田瞬间笑出了声。的确，凶手就是一名女人。可是你为什么会知道凶手是女人的呢？小森答不上话来。最终，他选择承认了这一切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。喜欢古田任三郎这部剧的，给小森点个赞吧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